我们今天下午要讲一个很特别的主题，就是人生的总目标是什么？首先，大家想一件事情：人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人生最后总有一个结局。这个结局到底是什么？你怎么讲都可以，但是没有中国人这个答案好。不是我的答案，是中国人的答案，4个字而已。人生的最后结局都一样，不了了之。再伟大的人，不管他有多大的贡献，有多么奇特的发明，有多大的事业，有多辉煌的成就，最后是一样的，不了了之。一句话就讲完了。没有人能够把所有事情都做完才走，没有。为什么？一句话啊，只要你活着，只要你有口气在，问题不断的发生。你把这些人处理完了，又有新的；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还有更多的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我们是平等的，因为最后都是不了了之。但是不了了之有2种，这才可怕。凡事都有阴阳2面，不了了之也不例外。哪2种？一种呢，是闭着眼睛不了了之，这种比较可爱，叫做心安理得。一种呢，是张开眼睛不了了之，这种相当的可怕，叫做死不瞑目。大家好好想一下哈。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死不瞑目。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心安理得的走了。所以人生只有一个目标，4个字，简单明了，求得好死。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骂人骂得最难听，就是这个家伙不得好死。一个人只要不得好死，你什么都完了。求得好死是人生的总目标。下面要说清楚啊，好死不是不生病而死，因为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人吃5谷长百病，什么病都有。人很难的说不病而死，很难。也不是说我一定不被车撞死，也不一定。也不代表我不被火烧死，都不一定。我们指的是心理状态。不管我怎么死，死得心安理得，毫无愧诈的时候，你就是好死的。我们指的是心理状态，而不是生理现象。人要记住，人生之所以让人家感觉到很有兴趣，就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迟早会死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
你会怎么死？什么时候死？死在哪里？统统不知道。如果都知道，人生就没有兴趣了。你看中国人很会排流年呢，一出生，把你一生都排出来，某月某日怎么样，某月某日这样，这不是不可能。今天的 DNA 已经告诉我们，整个易经的道理就是生命的现象。一个人一出生，你的一生一世，所有的遭遇都已经定了，都已经定了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要了解到，我们怎么死，并不重要。我们难是难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，所以时时刻刻要准备，无时无刻要求得心安理得，这个是最难的。因为很多人说我还年轻，我怕什么？我就是闯一些祸，将来再补救也可以。我现在欠一些钱，将来再还也可以。我先做一些坏事，将来再做善事也可以啊。不一定呢，因为说走就走，你来不及补救，他就走了，那就心不安理不得。人生的起点是什么？人生的起点到底是什么？说起来非常有趣。人生的起点就是有口难言。你去看那个小孩子，一生下来就有嘴巴，他就是不会说话。你看奇怪不奇怪？各位要花点时间去想，为什么小孩子生下来不会说话？为什么？如果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会说话，好不好？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想的事情。小孩子他很清楚，他这一辈子要来干什么，他很清楚。所以，老天爷为了疼爱人类，才让小孩子出生的时候，经过母亲产道的挤压，弄得他呢，只记得哭，不会说话。这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处。因为子女只有两种，一个人会生小孩，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来报恩的，一种是来报仇的。所以各位如果有子女，回家也检查检查看，你的小孩到底是来报仇的，还是来报恩的？这个很重要，要不然他不会来嘛，他来干嘛呢？我想中国人最聪明了，你要报仇最方便的途径，就是下辈子做他的儿子。他要牵你，还要抱你，还要拉拔你长大，然后很相信你，你一刀就把他刺死掉了。小孩是很可爱，也是很可怕的。如果他是报仇来的，你身体很好，他把你气死，你家财万贯，把你用光，你名誉很好，把你败坏掉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如果他是报恩的，那更好了，你身体很弱，他照顾你，他非常孝顺，你没钱，他赚的钱都给你花，你不要有什么声望，他是为家庭门楣争光，你就不得了了嘛！自己去奋斗，还不如生个好儿子，大家都知道。这个小孩子，他是有目的而来的。他一生下来就会说话，他就很危险了。因为小孩很天真呢，一生下来看到爸爸就叫爸爸，我这辈子是要报仇的，然后就被爸爸掐死掉了。所以上天安排小孩不会说话，这对人类的存在是很大的恩惠。我讲这些话，
是研究40年的成果，人不可以乱讲的。如果没有根据，我是不会讲的，我也不愿意讲。人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来的，不是说我这辈子在这里晃晃晃就过去了，不是这样。你生在哪里，父母是谁，长大怎么样，最后怎么死的，都是你自己在安排。人自己就是主宰，没有另外的主宰。西方人因为找不到自我，所以他就找到别的主宰。我们中国人不需要。你看西方人说人是上帝造的，因为他找不到人从哪里来，然后又说人是动物进化的，我们中国人都不相信这些事情。我倒问你，人从哪里来？中国人一句话就讲完了：你把你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人是自己搞出来的，人是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的。你要替你自己负完全的责任，这才是中国哲学。太多人读书读错了，说中国人很依赖，中国人不独立，中国人没有责任感，全错了。中国人知道一切4个字，你看我们读4个字：自作自受。你今天很愉快，也是你自己搞成自己很愉快。你今天很悲哀，也是你自己搞成很悲哀。你今天怎么样，都是你自己搞成的了。你还怪别人干嘛呢？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孔子要我们不怨天不尤人。否则你不可能不怨天，你不可能不尤人。因为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，所以不必怨天，也不必尤人。人生生下来就有嘴巴，他就是不让你说话。你再回想一下，当小孩不会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大人很认真去猜他在想什么，他在讲什么。当这个小孩子会说话的时候，大人态度完全改变，多嘴，讲那么多干什么？你慢慢去听，慢慢去想。一个不会讲话的人，大家都很关心他；一个会讲话的人，没有人理他。到底说话是好还是不好？这样各位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会去理解到沉默是金。为什么沉默是金？你看我们现在学的西方的沟通，我们都呱呱呱呱一直讲一直讲。讲话是一切灾难的根源，因为祸从口出。但是我们拼命的，只怕自己不会说话，拼命的讲的话筒就要说不完，这很奇怪的事情。所有的祸都是嘴巴传来的，你还不闭嘴，还要一直讲吗？中国人都是劝人家少说话，很少劝人家多说话的。有口难言，要记一辈子。嘴巴会说话就会传祸，但是你又不能不说话。所以一个聪明的人是站在不说不说的立场来说。基本上我们可以不说，我们就不说。一个善于听别人话的人，你可以吸收到很多的经验。一个滔滔不绝，一直讲到有一天你元气都讲光了，你还有什么收入？我们今天标准乱掉了，以为会说话才是好的，以为说话才是表现的机会，错了。人生是从有口难言走到不了了之的一个过程。人生是一种过程。为什么要有口难言？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，
他都是这个样子。我相信各位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形象，常常看到。因为人一生下来，没有一个是圆满的，没有一个是圆满的。我们把它叫做什么？叫做个别差异。个别差异。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带来很多的缺陷，你这辈子就是要弥补这个缺陷，就是要弥补这个缺陷。人为什么人人不同？因为每一个人的缺陷是不一样的，这就很重要啊。每一个人都带来一些功课，但是每一个人所要修的功课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不要跟别人比，有什么好比的？中文不主张你跟别人比啊，因为上天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不一样的人，而不是要我们都成为一样的人。各位，如果人人都一样，这个社会就完蛋了。每一个人都喜欢画画，不喜欢做什么，都是很好的画家，这个社会就完了。每一个人都做工，没有人喜欢休闲，这个社会就完了。人人都喜欢动脑筋，没有人喜欢动力、体力，这个社会完了。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喜欢这个，有人喜欢那个，才会多彩多姿，然后才会丰富化人生，才有价值，才有意义。从这个角度看起来，你就知道，职业没有贵贱，劳动是很神圣的。要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吧？你有什么解释？为什么职业没有贵贱？本来就没有贵贱。我这一辈子的是要做这个，你这辈子是做那个，他这辈子又做那样的。我们大家配合起来，这个社会才会样样都有人做，然后呢，什么事情都很方便，多彩多姿，不会很单调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，这才好啊！你看这朵花，什么颜色都有，就表示我们人类有人喜欢红的，有人喜欢黄的，有人喜欢绿的，它才会存在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！如果所有人都喜欢红花，黄花就不见了，其他的花都不见了，统统剩下一种红花，这个世界就很单调，就很乏味。它就是有人喜欢黄的，它就有黄花；有人喜欢这种颜色的，它就有这种颜色的花。人生都是有缺陷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。可是我们要尽量让它圆满，尽量让它圆满。圆满怎么做呢？就是修得圆满，修得圆满。我们是由个别差异，然后走到修得圆满。所以你就要把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，把它做好，你就圆满了。每一个人圆满的境界是不一样的。我用学校来做比喻，你在学校你修了很多门功课，你当掉了一门，他也当掉了一门。我们这辈子是来重修上辈子当掉的那一门，但是因为我当掉跟你当掉的科目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都在重修，但是重修不一样的课程。这样各位就很清楚，为什么有人喜欢做这个，有人喜欢做那个。你去看银行里面，坐在柜台的那一行人，他天天在数钞票，
数到有一天，他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我老数别人的钞票呢？如果是我的钞票有多好？他就开始想，我下辈子不要数人家钞票。